1995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维也纳的一场演讲中，讲述了他在纳粹集中营中的经历。作为一名犹太人，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绝望。他的妻子、父母和兄弟都在集中营中丧生，而他自己也多次濒临死亡。然而，就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弗兰克尔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人仍然拥有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在任何特定环境下，人都有选择自己行动方式的自由。弗兰克尔在演讲中说道：“你可以夺走一个人的一切，但你无法夺走他最后的自由，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在集中营中，弗兰克尔观察到，有些人在绝望中放弃了生的希望，而另一些人则保持着内心的尊严和对生活的热爱。这种差异不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而是由每个人内心的选择决定的。弗兰克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恶劣，我们始终拥有改变自己内心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人类最宝贵的自由。在当今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中，我们可能没有经历弗兰克尔那样极端的环境，但我们同样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境：工作压力、人际关系、家庭责任、社会期望，这些都可能让我们感到迷失和疲惫。然而，正如弗兰克尔所发现的，我们始终拥有改变自己的能力。这种改变不是要求我们改变外部世界，而是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改变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叫醒自己，改变自己，放过自己，这三个看似简单的行动，实际上是人生的三重修行，是通往内心自由和幸福的三个阶段。叫醒自己，从沉睡中觉醒。2008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当时，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陷入了恐慌和迷茫，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财富和社会地位。在这些金融精英中，有一位名叫萨姆·波尔克的投资银行家。在危机前，波尔克是华尔街的明星，年薪超过100万美元，拥有豪宅、游艇和私人飞机。然而，金融危机让他失去了一切。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波尔克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不仅失去了财富和地位，更失去了自我认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成功的投资银行家，是精英中的精英。当这个身份被剥夺后，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抑郁和自我怀疑后，波尔克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成功和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外部的认可和物质的拥有上。当这些外部因素消失后，他的内心变得空虚和迷茫。我开始问自己一些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真正的成功？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波尔克说，这些问题让我从长久的沉睡中醒来，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和生活。波尔克的故事告诉我们，叫醒自己，首先是要从外部世界的喧嚣和迷惑中醒来，回到自己的内心，倾听自己真实的声音。在现代社会，我们很容易被外部的声音和标准所影响，社交媒体上的完美生活，职场上的成功标准，社会对我们的期望，这些外部因素可能会让我们忽略自己内心的声音，忘记自己真正的需求和价值。叫醒自己，就是要从这种被动的状态中醒来，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那么，如何叫醒自己呢？我们需要创造独处的空间和时间。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很少有真正独处的时刻，我们的注意力被各种信息和任务所占据，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人生。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曾经在瓦尔登湖畔独居2年，
远离社会的喧嚣，寻找生活的本质。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去森林是因为我希望有意识的生活，只面对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可能没有条件像梭罗那样在湖畔独居2年，但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独处的空间。每天早晨起床后的10分钟，或者晚上睡前的半小时，关掉手机和电视，静静地坐着，感受自己的呼吸，倾听内心的声音。其次，我们需要提出深刻的问题，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我们需要定期问自己一些基本深刻的问题：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对我来说是真正重要的？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可能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觉醒，它们帮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抽离出来，思考生活的本质和意义。第三，我们需要倾听自己的情绪。情绪是我们内心的信号，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和在意的。当我们感到快乐、满足或兴奋时，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正在做符合自己内心需求的事情。当我们感到焦虑、不安或空虚时，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内心需求不符。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说，直到你使潜意识变为意识，它才会指导你的生活，而你会称之为命运。倾听自己的情绪，就是让潜意识变为意识的过程，是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最后，我们需要寻找真实的连接。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可能有数百个朋友，但真正的深度连接却越来越少。真实的连接，无论是与他人的连接，还是与自然的连接，都能帮助我们回归本真，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诗人玛丽·奥利弗在他的诗《夏日的一天》中写道：告诉我，你打算如何度过你这一次宝贵的生命？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或许是叫醒自己最好的方式。叫醒自己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持续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不断地从日常生活的忙碌和外部世界的喧嚣中抽离出来，回到自己的内心，倾听自己真实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改变自己的旅程。改变自己，从觉醒到行动。1955年12月1日，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位名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女性拒绝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白人让座，从而引发了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事件——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在当时的美国南方，种族隔离是法律规定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公共场所如学校、餐厅、公交车等都实行种族隔离，黑人必须为白人让座。罗莎·帕克斯的拒绝让座行为挑战了这一不公正的制度。我当时并没有想要成为英雄或者引发什么运动，帕克斯后来回忆道，我只是太累了，累得不想再让座了。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惫，更是精神上的疲惫。我厌倦了总是屈服，厌倦了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帕克斯的行动引发了为期381天的公交车抵制运动，最终导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阿拉巴马州的公交车种族隔离法违宪。这一事件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也使罗莎·帕克斯成为了民权运动的象征性人物。罗莎·帕克斯的故事告诉我们，改变不仅仅需要觉醒和认识，更需要勇气和行动。他的拒绝让座行为是从认识到行动的转变，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改变的转变。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已经意识到需要改变，但真正付诸行动却并不容易。我们可能知道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习惯或人际关系，但却因为惯性、恐惧或舒适区而迟迟不愿行动。改变自己，就是要从觉醒到行动，从认识到实践，从想法到行为。
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德曾说：“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有决心的公民能改变世界。事实上，这是唯一改变过世界的力量。同样，永远不要怀疑自己改变的能力。每一个小小的改变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改变自己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持续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不断地从觉醒到行动，从认识到实践，从想法到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己想要的改变，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放过自己，从完美主义到自我接纳。2009年，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在一次采访中坦言，他一生都在与完美主义做斗争。我曾经认为，只有做到完美，我才能得到爱和认可。温弗瑞说，这种想法让我不断地推动自己，但也让我无法真正享受生活。我总是在想下一个目标，下一个成就，而不是欣赏当下已经取得的成就。温弗瑞的完美主义源于他的童年经历。作为一个在贫困和歧视中长大的黑人女孩，她早早就学会了通过优秀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思维模式帮助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不满足感。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完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温弗瑞说，真正的自由来自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放过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温弗瑞的故事告诉我们，放过自己是从完美主义到自我接纳的转变，是从苛责自己到善待自己的转变。在现代社会，完美主义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心理负担。社交媒体上的完美生活，职场上的高标准，社会对成功的定义，这些都可能让我们陷入完美主义的陷阱，不断地苛责自己，不断地追求不可能的完美。放过自己，就是要从这种完美主义的陷阱中解脱出来，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善待自己的错误和失败。美国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说，成功就是笑得更多，赢得孩子们的尊重，赢得诚实人的欣赏，忍受背叛的痛苦，欣赏美丽，在他人身上找到最好的东西，留下一个更好的世界。这种成功的定义不是关于完美，而是关于真实和善良。放过自己，不是放弃追求卓越，而是放弃追求不可能的完美。它是从完美主义到自我接纳的转变，是从苛责自己到善待自己的转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真正感到满足和幸福。善待自己，从自我苛责到内心和解。2016年，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舞蹈在一次采访中分享了他的音乐之路。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小提琴家，舞蹈从3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0岁时就在纽约爱乐乐团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然而，这条看似辉煌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舞蹈坦言，他曾经是一个极度苛责自己的人，每天练习10几个小时，追求每一个音符的完美。这种极度的自我苛责不仅带来了身体上的疲惫，还带来了心理上的压力和焦虑。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忘记了音乐的快乐。舞蹈说，我只关注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不断地批评自己，不断地要求自己做得更好。这种状态让我感到疲惫和空虚。转折点出现在他30岁左右，在一次严重的身体不适后，舞蹈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心态。他意识到，真正的音乐不是关于完美的技巧，而是关于情感的表达和与观众的连接。我开始学习善待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享受音乐的过程而非只关注结果。舞蹈说，这种转变不仅改善了我的身心健康，还让我的音乐更有生命力和感染力。舞蹈的故事告诉我们，善待自己不仅是一种自我关爱的方式，还是一种提升生活质量和创造力的方式。
当我们能够善待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们不仅会感到更加平静和满足，还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挥更大的潜力。在现代社会，自我苛责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常态。我们可能因为工作中的一个小错误而自责不已，可能因为没有达到自己设定的高标准而感到失望和挫折，可能因为没有实现社会期望的成功而感到羞愧和不安。善待自己，就是要从这种自我苛责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学会用理解和关爱的态度对待自己，就像对待一个亲密的朋友一样。那么，如何善待自己呢？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自我苛责的危害。自我苛责不仅会带来心理上的痛苦，如焦虑、抑郁和低自尊，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人际关系和工作表现。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悲观和自我苛责的思维方式与多种健康问题有关，包括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和寿命缩短。其次，我们需要培养自我关爱的习惯。自我关爱不是自私或自我放纵，而是认识到自己的需求和感受，并采取行动满足这些需求和处理这些感受。自我关爱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身体上的关爱，如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和适当的运动；心理上的关爱，如正念冥想、放松练习和心理咨询；社交上的关爱，如与亲友的联系、参与社区活动和寻求社会支持；精神上的关爱，如阅读、艺术欣赏和自然体验。第三，我们需要学会设定健康的界限。善待自己，也意味着保护自己不受过度的压力和要求的影响，无论这些压力和要求来自他人还是自己。设定界限可能意味着学会说不，可能意味着减少与消极人士的接触，可能意味着调整自己的期望和标准，使其更加现实和健康。美国心理学家亨利·克劳德在《界限》一书中写道：界限定义了我是谁，告诉我什么是我的责任，什么不是。界限保护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结束，他人在哪里开始。第四，我们需要培养感恩和欣赏的态度。感恩和欣赏不仅针对外部的人和事，也针对自己的努力和成就。每天花一些时间感恩自己的努力，欣赏自己的进步，这可以帮助我们从自我苛责的思维模式中转变为自我欣赏的思维模式。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埃蒙斯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定期练习感恩可以增加幸福感，减少抑郁和焦虑，改善睡眠质量，增强免疫系统功能。最后，我们需要学会自我宽恕。自我宽恕不是忽视或否认自己的错误，而是接受自己的错误，从中学习，然后放下自责和内疚，继续前进。美国心理学家弗雷德·拉斯金在《自我宽恕的力量》一书中写道：自我宽恕是一种选择，一种决定不再惩罚自己，不再沉浸在自责和内疚中的选择。它是一种释放，一种让自己从过去的错误和遗憾中解脱出来的释放。善待自己，不是放纵或逃避，而是一种勇气和智慧。它需要我们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和错误，有智慧接纳自己的限制和弱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和自己和解，才能在内心找到平静和满足，活出自己，从模仿到真实。2005年，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乔布斯分享了他的3个故事，关于人生的点点滴滴如何连接起来，关于爱与失去，以及关于死亡。在谈到死亡时，乔布斯说：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所知道的避免陷入担心失去某些东西的陷阱的最好方法。你已经赤身裸体了，没有理由不追随自己的心。乔布斯的这番话
道出了活出自己的核心，追随自己的心，而不是他人的期望或社会的标准。在现代社会，我们很容易陷入模仿和比较的陷阱。社交媒体上的完美生活，职场上的成功标准，社会对我们的期望，这些都可能让我们忽略自己内心的声音，忘记自己真正的需求和价值。活出自己，就是要从这种模仿和比较的陷阱中解脱出来，找到自己真正的声音和道路。美国作家 J.K. 罗琳在哈佛大学的毕业演讲中谈到了失败的价值。失败意味着剥离一切非必须的东西。我停止了假装自己是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并开始专注于做我唯一擅长的事情。活出自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反思、选择和调整，需要我们有勇气面对不确定性和挑战，需要我们有智慧接受不完美和失败。但正是这个过程，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真实、丰富和有意义。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说，成为你自己，因为你已经是你自己。活出自己，就是回归本真，回归那个最初的、最真实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会发现自己的独特价值，还会发现生活的真正意义和美好。内心和解，从冲突到平静。2010年，南非作家 J.M. 库切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夏日》中写道：和解不是忘记，而是记住并原谅。这句话道出了内心和解的本质，它不是逃避或否认内心的冲突和痛苦，而是面对它们，理解它们，然后放下它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常常存在着各种冲突和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欲望与责任的冲突，过去与现在的冲突。这些冲突可能导致内心的不安和痛苦，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阻碍我们的成长和幸福。内心和解就是要面对这些冲突，理解它们的根源，然后找到一种平衡和整合的方式，让内心恢复平静和和谐。那么，如何实现内心和解呢？我们需要承认并接受内心的冲突和痛苦。很多人习惯于逃避或否认内心的负面情绪，他们认为这些情绪是不应该存在的，是需要被压抑或消除的。但实际上，所有的情绪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们是我们内心状态的反应，是我们了解自己的窗口。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在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中强调，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的基础。他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全部，包括那些我们不喜欢或不认同的部分，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改变和成长。当我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时，我才能改变。罗杰斯说，奇怪的是，当我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时，我才能改变。其次，我们需要理解内心冲突的根源。很多内心冲突源于我们的成长经历、文化背景、社会期望等。通过反思和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冲突的来源，从而更好地处理它们。比如，一个人可能感到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他想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同时也想要陪伴家人。这种冲突可能源于社会对成功的定义，通常与事业成就相关，和对好父亲、好母亲的期望，通常与家庭陪伴相关。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他重新定义成功和好父亲、好母亲，找到一种更加平衡和整合的方式。第三，我们需要学会自我对话和自我宽恕。内心和解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与自己的不同部分进行对话，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担忧，然后找到一种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施瓦茨在他的内部家庭系统理论中提出，我们的内心由多个部分组成，如内在批评者、内在保护者、内在受伤的孩子等。这些部分可能有不同的需求和担忧，可能相互冲突。通过与这些部分进行对话，
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和解，实现内心的和谐。同时，自我宽恕也是内心和解的重要部分。我们需要学会原谅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给自己第二次机会。最后，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整合和平衡的方式。内心和解不是消除冲突，而是找到一种方式，让不同的需求和价值能够共存和整合。比如，一个人可能既想要安全感，又想要冒险和成长，这两种需求看似冲突，但实际上可以通过创造一个安全的基地，然后从这个基地出发去冒险和探索来整合。这就像一棵树，它需要深深的根才能长出高大的枝叶。内心和解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反思、理解和调整。但正是这个过程，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平静和和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说，我不是我所知道的，而是我所接纳的。内心和解就是接纳自己的全部，包括那些矛盾和冲突，然后在这种接纳中找到平静和和谐。1946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出版了《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分享了他在纳粹集中营中的经历和思考。在极端的苦难和绝望中，弗兰克尔发现，那些能够找到生命意义的人，更有可能在集中营中生存下来。人类最基本的动力不是寻求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寻找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写道，如果一个人知道为什么活着，他就能忍受任何如何活着。弗兰克尔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意义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生存的必需品。它不仅帮助我们度过困难和挑战，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价值。在现代社会，很多人感到生活空虚和无意义，他们可能有稳定的工作、舒适的生活，但仍然感到内心的空虚和不满足。这种状态被存在主义哲学家称为存在性虚无，是现代人常见的心理困境。生命意义就是要从这种虚无和空虚中找到充实和满足，找到让生活有价值和意义的事物和方向。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死亡是生命意义的源泉。正是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才需要思考如何度过这有限的时间，什么对我们真正重要，我们想要留下什么样的印记。生命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成长和经历而变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答案。重要的是保持开放和探索的态度，不断的反思和调整，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说，有了为什么，几乎可以忍受任何一种怎样。找到生命的意义，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困难和挑战，还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价值。叫醒自己，改变自己，放过自己，这三个看似简单的行动，实际上是人生的三重修行，是通往内心自由和幸福的三个阶段。叫醒自己，是从外部世界的喧嚣和迷惑中醒来，回到自己的内心，倾听自己真实的声音。它需要我们创造独处的空间和时间，提出深刻的问题，倾听自己的情绪，寻找真实的连接。改变自己，是从觉醒到行动，从认识到实践，从想法到行为。它需要我们明确改变的目标和方向，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建立支持系统，培养韧性和耐心，庆祝进步和成功。放过自己，是从完美主义到自我接纳的转变，是从苛责自己到善待自己的转变。它需要我们认识到完美是不可能的，区分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培养自我同情，学会庆祝进步而非追求完美，重新定义成功。这三重修行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持续的过程，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可能会有迷茫和怀疑，可能会有反复和倒退，但只要我们保持觉知和坚持，不断地叫醒自己，改变自己，放过自己，我们就能逐渐走向内心的自由和幸福。共勉。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